务，就是可能会在家里有一个新成员，然后现在在这个锦晴2号公园地下停车场这边1小时30块，然后我觉得整个环境啊、厕所啊、地理位置都蛮好，CP 值蛮高的，推荐给大家。好，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周遭的环境，还不错。然后我们现在要先走去日大看一些相关用品，然后有看过 Google 它是顺路的，我们等一下最终会去一个就类似猫舍猫房，但那边好像不能拍摄，我们到时候再看状况跟大家开箱哦。今天来到日大，位于这个地址的2楼，大家可以直接按这个电铃。不是，应该是吧？我们在4楼。对啊，我们在4楼。我们今天来到位于基隆路2段，这边有一整条都是猫舍、犬舍、猫房、犬房，然后还有像爱猫园这种宠物相关用品的店，所以如果你有想要领养猫咪，特别是品种猫，也可以来到这一条来参观来看看。好，我们刚真的冲动了，把我们的新成员带回家。那因为现在在外面，我们不能开箱，然后我们等一下到家再跟大家拍一下说，我们新成员。那目前名字还没想到，他原本的名字是叫平平，那我们会再帮他取一个名字。那很开心他加入我们家庭，对。那我们还有同步买了一包皇家的 K36饲料。那希望他也可以尽快适应我们家，也欢迎他来到我们这一家。拜拜。OK， 新成员加入，现在名字还没有这个取，然后先帮他处理他耳朵的霉菌。那等一下要先帮他点药。那现在我们家的 Sophie 啊、Mana、Nini 他们都很好奇这个新成员。那目前比较有排斥的是 Sophie， 因为她是奶奶老大，所以她反应比较大。她刚刚在旁边一直哈气。那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的适应彼此。那我会先盖毛毯，让它熟悉一下气味，然后也让我们家3只宝贝猫也可以熟悉新成员的气味。现在2只小的很好奇，然后这个苏菲老奶奶在更远的地方观望。OK， 因为那个3只猫它们都太好奇了，所以我先把它们关在外面，我要先来帮新成员做驱虫的动作。先进去，吃饭，再出来。偷看一下。现在 Mana 和 Nini 很好奇我们新成员 Pinky 的加入，然后现在应该还在一个交换气味的一个过程。那因为 Pinky 它有那个耳朵有霉菌，所以我目前先隔离，因为怕他们互相传染。那希望那个 Pinky 霉菌好之后，可以放他们放他跟这3只可爱的宝贝认识一下。
一个认识、交换气味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最调皮，然后精力最强、年纪最小的 Mana， 然后它就是这个很像茶叶吗？很像泡茶的这个坐垫颜色是它就是最爱休息的地方。然后它的作息啊，就是来这边休息完之后就会跳出来。然后有时候会一直尖叫啊，然后很喜欢玩这种小老鼠，自己在那边蹦蹦跳跳的。对，这是我们的老幺 Mana， 下到喽。好，这是我们本来的老二，那现在它变老三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新成员 Pinky， 那之后再跟大家开箱它。那这是我们的现在的老三妮妮，她年纪比 Mana 大几个月，然后她是我们家的气质公主，因为她就是文静的，然后也脾气蛮好。那只是说她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她有一个招牌大叔坐姿。大家如果有看我们的秀词，可以看到她的这个招牌坐姿。那现在这个眼神使也有点像大叔，可是他卖萌的时候很像气质公主哦。好，再来，这是我们最爱吃、年纪最大的苏菲 Sophie， 然后她就是最有脾气哦。不要看她这样，她是一个你抱她会翻脸，然后做一些她不喜欢的事情，她会给你稍微抓一下、咬一下，对啊。然后他很爱吃，是他很会在那边，就是有看到好吃啊、好闻的，他就会在那边闻，然后用他这个很像手套的手去那边这样摸，然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那个连续的动作，赶快去叼。有一次我电锅蒸玉米，然后蒸完的时候，我要就是让它冷却。然后我就是后来临时有事情，我就出门了。结果后来我想说不对，苏菲她会去吃。结果后来我回到家，我那半根玉米已经在沙发底下被她啃完，所以她确实有一个那种蛮强的狩猎本能，她可以找到食物所在地，然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咬回去。这是我们新成员 Pinky。然后它是退役的品种猫，据这个前饲主说，因为它身体不好生不出来，他也不忍心让它一直生，所以就开放领养。对啊，那我们就是赞助那一间猫舍1包饲料，然后把 Pinky 带回家但是它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现在还在照顾，就是还在养伤啦，那就是持续的让它好好休息啊，喂它吃有营养的食物。那也希望 Pinky 赶快好起来，可以跟我们其他的猫家族的家人一起玩。好，以上就是我们家从3只宝贝到4只宝贝的过程。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会想要再领养一只 Pinky？原因是也蛮好笑的，就是我跟我老婆在我们教会附近有一间宠物店，那当时我们会领养，就是原本最早我们已经养了 Sophie 了嘛，那会领养 Mana 跟妮妮是因为我们去逛完那一间宠物店，就觉得哇好可爱哦，然后但是我们又想要用领养的方式来欢迎新成员的加入。那我就在 FB 社群平台上看到，有一位中途爱妈，那现在她成立了猫舍，她就是有2只野猫，然后她已经有稍微照顾整理过，那也希望有
环境的家庭可以接手来养它。那其实我本来只是想要多养一只猫，因为我也担心自己负荷不了，因为我觉得养猫就是一个责任嘛。那但是这个艾妈她跟我讲，她说因为这2只就是 Mana 跟妮妮，他们从小是一起长大的，她希望如果有家庭要领养是要2只一起领养，她不忍心就是这2个宝贝会分开。那其实我也是很不忍心说拆散他们啦，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讨论之后她觉得没问题，那我们想说好，那就2只一起领养嘛。对，所以从1只我是直接从1只到3只，那我觉得这个有点算是经验大补帖啦。那我还记得，就是因为他们都有在野外生活过，对人的信任已经有好很多，可是他们的本能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融入人的生活，所以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最爱吃的是妮妮，她吃饲料的时候都是跑第1名，然后她可以这样跑，然后因为跑太快，然后刹车整个屁股翘起来，然后再落地，然后吃东西这样。他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可以2天不吃东西，然后就一直躲在一个我们家有一个3层柜的柜子的最里面。然后 Mana 是他很喜欢探险又很胆小，那他那时候就是他出来探险，我要把他抱回房间的时候，他就以为可能会觉得我要伤害他或是吓到了，他就会出手抓我咬我，然后很深的哈气。所以其实我就是怎么讲，刚接他们2个来家里的时候，手上的这个抓痕多了不少，然后也会觉得自己有办法照顾他们嘛。对啊，那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决心啦，也是一个责任，那就是慢慢的陪伴啊，等候。其实到现在他们真的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啦，就是说就是会跟刚来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对比。我相信每一位养猫的家人都能够感受我的这样的一个心得啦，就是猫咪从陌生、从惧怕、抗拒到信任、安全跟爱的家庭，这个感觉真的是很感恩的。对，然后现在分享 Pinky 来我们家的故事是又有一天我跟我老婆在教会附近散步，然后我们就想说再去那个宠物店晃晃，然后我还有稍微自嘲跟我老婆说，我们不会逛完又去领养1只了吧？结果后来我们逛完之后，我就无聊在 FB 刷一下那个文章，因为我有加很多那种爱猫社群，然后就刚好有1只这个我们的新成员 Pinky 的照片，刚好饲主他有意开放领养啦。然后我就觉得，刚好因为隔天他们也有空，我就问我老婆，我老婆也觉得 OK， 那我们就去了，对啊。然后当下我也是很多犹豫啦，那我就觉得有办法好好照顾它嘛，已经3只了。那当然我老婆就觉得，她觉得其实养3只跟4只是没什么差的，而且她也觉得 Pinky 很可爱。然后我后来想了想，我就觉得如果没有带它回家，我可能会后悔。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迎接了我们的第4位新成员 Pinky。那 Pinky 来到我们家之后，我们原本3只猫的反应，特别是 Sophie 啦，因为她从以前到后来2只猫加入之前，她其实都是一个人过生活啦，所以当时 Mana 跟妮妮来，她也有花一点时间适应。那我觉得也不能怪她，然后我也必须讲，我也觉得她很棒，她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试着去同理他，会觉得他其实也很努力的在适应这2只猫来到我们的家中。就原本可能我们全心给他的爱嘛，那现在又有2只猫一起来分，但是他本能的也会可能不习惯，可是他也慢慢的在接纳这2只新猫。对，然后所以 Pinky 来之后，其实反应比较大的是 Sophie 啦，她经过了那个 Pinky 的笼子都要这样哈气一下。然后 Mana 跟妮妮，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有一起长大，有伴嘛，也习惯生活的环境有不同的猫，所以他们的反应是好奇啦。那 Sophie 是比较抵挡的。好，结尾就是想分享多养1只猫的意义啦。我觉得
确实在照顾新猫，因为它在适应环境，我们也在适应猫咪来到我们的家中嘛，也会有许多的磨合期，但是我觉得那份感动跟那份满足是当你看到它可以很自在的趴在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然后或者说像我在录影，我在剪片，在看书，在做事，然后你爱的猫咪在旁边默默的趴着陪伴你，然后想到你的时候过来蹭你一下的那种满足，那我也是相信每一个养猫人士一定可以明白我的感受。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养猫的意义跟真的让家里可以变得更温馨。以上就是我们家从3只到4只的养猫心得分享给大家。